本节课程呢，要来全面掌握钩针的使用方式。像我们之前说的，这个锁头就是开车的方向灯，要往哪走，锁头就要朝要去的方向。像欧根纱这种布料呢，是非常细致的，经纬线交织出来的孔洞非常小，钩针呢是比这些孔洞还要大的，所以将钩针插进布面，在不施加任何力道提起时，钩针勾住布丝提不上来是非常正常的。为了顺利让我们的钩针离开布面，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孔洞稍微弄大一些些，因为钩针会勾到布丝的地方是前面倒钩的位置，这时候呢，孔洞被扩大的这个空间要尽量保留在钩针倒钩的前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往钩针开口的反方向，也就是针背的位置去推一下，把空间留在前面，这样就可以顺利提出来了。戳进去之后，当要提出来的瞬间，往这个针背的方向推一下，再提起来。那么我们推这个针背的力量呢，是一个巧劲，不是一个蛮力。我们只需要在提出布面的时候，瞬间发力就可以了。当你发现你的针抽出来，孔洞是比针还要大得多的话，这就表示你用的力气太大了。我们来练习往不同的方向走。那如果方向变了，我们推针背的力量也要跟着变换方向。例如，我们现在往左前进，那么要提出来的时候就右推针背的方向，这样就顺利出来了。往右呢，进针后左推，往下出来时前推，往上出来时后推。因为每个人施力的强度呢都不太一样，同学们呢先在不挂线的情况下练习，去熟悉并掌握这个推的力道，一直练习到任何方向呢都不会勾到布丝为止。如果同学们不管怎么推，就是一直会勾到这个布丝出不来，那建议你尝试一下垂直的入针跟垂直的出针，这样呢可以降低勾到布丝的几率。在我们肌肉已经熟悉这个反向推的力道呢，我们再试着用舒适的握针方式练习看看。那么现在呢是没有挂线的情况，这个推的力道呢是非常小的。当我们挂上线要和钩针一起提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力道只会变大，不会变小。尤其是当你使用的线越粗，摩擦力越大，这个推的力道就会越大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开始一定要把这个力道压到最低，不然呢，我们的肌肉是非常容易疲劳的。接着我们来看右手旋转钩针的方式，基本上呢，右手都是转180度的动作。为什么会是180度，而不是90度或其他角度呢？要了解转180度的原理，我们必须先来认识一下用钩针勾出来的线机。钩针正面的线机呢，会是锁链袖，是一个圈圈套一个圈圈，像链条一样。背面的线机呢，则是一段一段的小短线。钩针要顺利在正面的圈圈内自由穿梭，并不是任何方向都可以的。如果随便转提出来，就算你没有勾到布丝，也一定都会勾到锁链圈的线。只有呢，在圈圈的正下方，我们可以观察到是一个 V 字形状，这里呢是线聚集最少的位置。只要将钩针开口转到这个位置，基本上就很容易自由进出了。线圈摆正的时候呢，至少要转180度，钩针开口才会来到这个 V 字位置。这就是钩针为什么要转180度的原因。右撇子的同学呢，转针的范围都是在这个虎口的对侧，另外一侧的半圈。那么尽量不要在这个虎口的内圈，因为我们转的时候呢，这个锁头是非常容易卡到手指的，所以呢，尽量是在外圈的地方旋转。那么左撇子的同学呢，则是镜像完全相反，是在虎口的开口对侧去旋转我们的钩针。当然是会有例外的情况，但是正常情况下是建议按照这个方式。如果说我们右撇子的同学转虎口这个内侧可不可以？可以的。如果你没有觉得这个锁头是卡到手指的，那当然你就相当于把左撇子的动作拿到右手来做，一样是可以操作的。我们先从往前开始，钩针呢往前戳下去，逆时针走半圈，
然后再反向推推提出布面，钩针回正，再试一次，进针走半圈，反向推推出来，钩针回正，进针半圈，反向推推回正，进针半圈，反向推推回正，进针走半圆，反向推推回正，进针走半圆，反向推推回正，进针转半圈，反向推推提起来，然后回正，进针走半圈，反向推推回正。那么我们右手的动作呢，基本上就是2个半圈所组成。第一个半圈怎么转，我们就提出布面后，沿着原本的半圈回正就可以了。那么左撇子的同学呢，可以参考讲义上的方向练习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加入左手绕线的动作，大原则就是我们的右手怎么转，那我们左手呢也要跟着走同一个方向。左手这个绕线的这个圈数呢是建议1圈半。那我们右手先进针，左手先绕线1圈半。这时候我们转钩针半圈。在提起的时候呢，因为现在钩针开口的方向是朝右，那我们左手这个线呢是在针背的位置，是跟开口反向的地方。那钩针提起来的时候，线就会掉到倒钩里面。然后呢，出布面的时候反向推推，提出来之后钩针转正，再试一次，进针，左手1圈半，右手半圈，提起来的时候开口抓住线了，反向推推，转正，进针，左手绕线1圈半，右手半圈，提针，推推，回正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把左手跟右手的动作融合起来，同步进行。绕线1圈半，转针，提起，回正，进针，绕线1圈半，转针，提起，转正，进针，绕线1圈半，反向推推，转正。我们在提出布面的时候，一定要确保这个钩针的开口跟线拉的方向是反向的，确保它可以在钩针离开的时候呢，掉进倒钩里面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练习往前走。那么我们先练习左右手的分解动作，右手进针，左手绕线1圈半，右手转半圈。提针的时候呢，现在开口方向往下，那线的位置呢，现在是往针背的地方拉，这样呢，自然就会线掉进倒钩里，我们就可以反向推推出来之后，钩针转正，进针，绕线1圈半，钩针半圈，提起，转针回正，进针，绕线1圈半，钩针半圈。提起，转针回正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左右手一起协调同步进行，绕线1圈半，转针，提起，钩针回正，进针，绕线1圈半，钩针半圈，提起，回正，进针，绕线1圈半，钩针半圈。一定要确保这个动作就是钩针开口跟我们拉线的方向是相反的，这样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呢，线才会掉进倒钩里。转针回正，我们稍微加快一点速度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练习往右走，一样是先从分解动作开始练习。右手进针，左手绕线1圈半，钩针转半圈，确认拉线方向是在针背的方向，
提针的时候倒钩就抓住线了。出针后我们转针回正，再来进针，绕线1圈半，转针半圈，提针抓住线，转半圈回正，进针，左手绕线1圈半，转针半圈，提针，转正，进针。接着呢，我们左右手要协调一起来做，绕线转针，提针，转正，进针，绕线转针，提针，转正，进针，绕线转针，提针，转正。我们稍微加快一点速度。接着呢，我们要练习往下走，一样是先从分解动作开始。右手先进针，左手绕线1圈半，钩针半圈，然后呢，一定要确认我们拉线的方向是在针背的方向。这时候提针的时候，倒钩就自然的抓住线一起提出布面了，然后再钩针转正，进针，左手1圈半，右手半圈，提针，半圈转正，进针，左手绕线1圈半，右手半圈，提针，转正，进针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练习左右手一起协调同工，绕线转针，提针，转正，进针，绕线转针，提针，转正，进针，绕线转针，提针，转正。我们稍微加快一点速度。那么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方式呢，基本上都是拉线方向在针背这个方向。这样呢，钩针提起来的时候，倒钩自然可以抓住线一起离开布面。但是呢，这个拉线往针背的方向呢，不一定是正后方，我在斜下方或者是更斜的角度，只要我们保持线的这个张力不松开，提起时钩子都一定会勾到线，提出来。再试一次，有时候中途呢，线就已经掉进倒钩里了，这时候你保持张力，不要让线松开，一样是可以提出布面的。现在线呢还没有提出来之前，它就已经掉到钩子里了。只要你保持线的张力，我们都可以把线提出来。接着呢，我们要介绍第二种方式。第二种方式呢，对初学者来说会比较困难一些些。刚刚第一种方式呢，左手是绕线1圈半，现在呢，第二种方式差别就在于左手的部分只有绕1圈。我们来竞争一下，左手绕线1圈，把线放到倒钩里，剩下的半圈靠钩针转半圈之后提出布面，再回正，进针1圈，靠钩针转半圈提起来，回正，进针1圈，线放到钩子里，再钩针一起带着转半圈提起来，转正回正。这个方式呢，对初学者来说比较困难，是因为你线呢常常放不到这个钩子里，那么转针的时候，线呢又很容易没有跟着一起转就掉了。抬针的时候呢，也不太容易出来，所以呢，初学者通常都是比较建议第一种方式，我们先绕圈1圈半之后，确认拉线的方向是在针背的位置，提针的时候，这个倒钩绝对是可以抓住线一起出来的，这样对初学者来说比较轻松。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第二种方式呢？
毕竟第二种方式左手绕线一圈而已，剩下的半圈是靠钩针提起来的，这半圈的差异就会体现在速度上。第二种方式毕竟少绕了半圈，所以速度来说是相对快了一点点。不管是哪种方式，我们挑自己最顺手的做。你可以只挑一种方式练习，也可以交替使用。像我自己呢，在不顺手的方向都是使用第一种方式，在顺手的方向或是勾材料的时候，我都是用第二种方式。那么大家两种都可以练习看看。接着呢，我们来介绍第三种方式。前面两种方式呢，基本上右手转针转什么方向，我们左手绕线也跟着走同一个方向。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呢，两只手做一样的动作是比较好理解，也是比较快的。那么第三种方式呢，和前面两种最大的差异就是，左手这个绕线的方向是和右手转针的方向完全相反。我们先来操作一遍。假设呢，我们现在是要往下走，那么我们钩针进针后，基本上是顺时针转到前方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左手挂线呢，不是顺时针的方向，而是要逆时针先把线挂到钩子里，我们再顺时针转钩针半圈提出来，回针转正，再进针，反向挂线之后。转针提出，回正，反向挂线，转针，提正，反向挂线，转针，提正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活动线呢是在右侧，也就是这一条线是活动线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方式。第一种方式呢是两只手都是同向的，出针后回正，进针，两个同向，出针回正，进针，两手同向，出针回正。这时候呢，可以发现这个活动线呢是在左侧，这一条呢是活动线。做出来的效果最大的差异就是活动线的位置是不太一样的。正常的情况下呢，我们都是使用1或2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两只手是做一样的转向，是比较轻松容易的。第三种呢是比较困难的，我们两只手要做完全相反方向，很容易掉线，提不出布面。两手要搭配得非常好，才容易把这个线提出布面。这个方法呢，我们只有在牵引针的特殊情况下才会用到。那么同学呢，先有这个概念，我们到后面牵引针的章节再来练习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有几个重点呢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。第一点呢，我们双手呢维持这个线的张力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力道呢是非常轻柔平衡，不代表力气要很大，像拔河一样。那么线有张力的时候呢，是像这样子，不会软趴趴的。当线没有张力，线呢就会开始软软的。那我们再把张力加上去，没有张力的时候，线就软软的；有张力的时候呢，线就是很容易轻松的在布面间活动。再来第二点呢，我们右手转针的时候，不要像这样子在空中乱挥，也不要扭来扭去。我们手一旦离开布面，没有了支撑力呢，这个动作就会非常不稳定。我们把手掌放回布面，贴好之后呢，我们尽量把动作放小，只有手指转针的动作，不要跟着扭来扭去的哦。手要固定好。几乎是只有看到手指在动而已。这个动作是非常小、非常轻松的。接着呢，我们绕线转针出来的时候，回针这个动作呢，左手尽量要保持不动，回针，再进针，绕线，出针的时候
下面的左手不要乱动哦，因为我们在回针的过程中，左手乱动是很容易让线掉出来的。我们再试一次，绕线转针，出针后左手定住，转完针之后进针，左手才可以开始绕线，出针，转正。左手只有在绕线的时候才可以跟着动。那么最后一点呢，我们布面下的左手握线的距离呢，不可以过短，也不可以过长，距离呢要适当。假设我们握的线太短了，几乎是没有办法绕线，并且呢，我们进针的时候很容易去戳到你的手。那么太远的话呢，绕线又会非常的大圈，这样是一个非常消耗肌肉的动作。我们大概握的距离呢，是靠近这个针头，再往下大概1公分左右，绕线出针。那么要再近一点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你手指就要小心。那么我们要尽量把绕线的这个动作放到最小，像这个绕这么大圈的肯定是不行的。把距离调整好，绕线动作缩到最小，提针出来，进针，绕线缩到最小，这样我们的速度才会快。以上4点，同学们在练习时就多多观察一下自己的动作，注意一下，也可以把你自己的动作拍起来，回播影片的时候检查一下。那我们钩针使用的方式就介绍到这里啦。